今天晚上谁都不许走。你们让我去唱 rap 的。如果你不想减肥的话，宵夜一定要吃好。我也胖了，后期都很难剪哎，我们不帮着补啊这个镜头。我们有天籁科技。我超级爱小米这件事，我先这样说。这是真的。小米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熊猫堂 Produce Pandas。其实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顺位发表淘汰，然后那个时候的感觉，就像是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做训练生也是有周考、月考、季考，然后每到季考的时候，其实也会公司筛选人淘汰，所以在节目里面第一次顺位发表的时候，看着就是其他3位就是很遗憾的淘汰，那个滋味特别的不好受，就感觉身边缺了一点什么，或者熊猫堂就不完整了。然后呢，相反就是当我和峰峰第2轮顺位发表淘汰的时候，他们3个来大场接我们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反差相应，就感觉一点都没有不开心，就看见他们3个来接我们，就感觉回家了。然后5个在一起，就没想到节目里面的遗憾了。我觉得这个反差的话会让我很深刻。对，让我印象最深，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时我们3个，我峰峰还有丁丁，我们去，还有杜天宇、孙英浩、子龙他们一起去玩 Uno 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当时输了的惩罚就是拿那个银浩的口红在脸上画图案，然后第1轮输的就是杜天宇，然后丁丁在杜天宇脸上画了大半个脸。因为当时大家没有很熟，然后丁丁就玩的特别开，画了大半个脸，然后杜天宇当时没有很搞清楚状况，然后就照了一下镜子，瞪大了眼睛，然后直接把门去锁上了，回过来对我们说，今天晚上谁都不许走。让我去唱 rap 的。你们行，你们这么说，那早晚也会有的啊！等等啊，不着急。崔峰唱 rap， 给你们整。所有的那个私信给我的那个写都是啊，卡斯你好可爱，卡斯怎么样，但是最后都会加一句。替我向顶顶说好，替我说峰峰多吃点，替我说哈哈这个表情包多做一点，就是最后总会再加一个括号，你知道吗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些东西你都有了。哇，真会说话。我现在的经验告诉我，就是如果你有想减肥的话，记得不要吃宵夜；如果你不想减肥的话，宵夜一定要吃好。就是因为在节目组里边，就是我们的宵夜只有炒面和炒饭，对，炒河粉，就是很简单那种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就说啊，那今天就不吃宵夜了吧。然后回来之后发现宵夜是个好东西，然后可能晚上11、12点训练完之后，我们都会去吃一些烤肉啊这种就是大餐，然后吃完就觉得很爽。然后现在我可能出场之后大概几天之内我就长回了1半的体重。我也胖了。我胖了，怎么办呀？我出来的时候76吧，我昨天称我81了。想想，其实我也胖了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是97还是95的，然后现在可能也胖了有10斤左右。我在大厂里真的是就没瘦过，就是每天。是我这辈子，就现在已经是我人生中相对比较瘦的一个阶段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太多减肥的目标，反正也减不下去。我觉得减肥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人才想做的事情。就最后，就是大家都走了嘛，然后我说了一句，下个舞台见。因为我是觉得暂时的我们离开了嘛，然后也是相当于跟粉丝啊、跟站姐们一个道别嘛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出场以后，然后可以带更多的作品，或者是带更好的舞台给大家，其实是一个道别。出场后发的第1首歌，然后很多粉丝啊、网友吐槽说依然没有跳，但是我想说，我们是不会放弃唱跳的。接下来的作品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
怎么说精彩的唱跳吧，就是以梦为马只是个开始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因为我感觉受到了很多大家的喜欢这首歌。同时这首歌呢也往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的家居行业走了一走，家居行业，开水壶嘛，没有了，不算家居，开水壶算什么？日常用品百货2元店、10元店，不亏不亏。再来个尖叫。吵死了。就是我是目击证人啊，那天就是拍卡斯那一 part 的时候，他要打那个打架子鼓嘛，然后其实 MV 里拍的就是很帅，然后就是现场呢，我就是看到就是其实顶顶那天可能在就是有点累，然后他在休息嘛，然后我就看顶顶睡那么香，我说顶顶你不觉得吵吗？对，就是一直咚咚咚咚咚的。打那个架子鼓，就是一整个衣服基本上都废掉了，就是那个粉末看起来很好看，其实它打的时候它会飘到你衣服上，然后飘到你的嘴里。其实我有偷偷吃一口，真的。玉米粉，因为它是玉米粉，它是可以吃的。我有偷偷吃一口，就是尝了一口。我觉得这首歌比我拍的大部分 MV 都要累。因为飞轮胎，你们都在那做轻松的什么，就搁那沙发那打架子鼓啊，又干啥的，开车就做情绪。我在那推轮胎，对，那个轮胎你知道多重吗？那个轮胎比顶顶都重。那个卡车的轮胎吧？哦，那个卡不止吧？那个是坦克的轮胎吧？巨重。然后我记得当时另外一件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，就是当时那个剧情是需要哭嘛，因为那个轮胎太重了，就本身也比较想哭。然后工作人员呢就在旁边放长大，一遍一遍的放，然后放一遍哭一遍，放一遍哭一遍。当时真的是拍的还挺揪心的，反正。我的这个是健身器材，然后老师把那个健身器材围了一个圈儿，然后老师说你这个做2下，那个做2下，然后我以为是就是可能剪出来会还挺帅的，就是都有，结果剪完出来这个闪现一会儿整一会儿。本来就一个人也不是很长，就这么短，然后等，来回闪，不要停止步伐，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，就向前吧。不中通关的密码，拭目以待。就算遗憾穿插，以梦作画，不负繁华，就闪耀吧。再不是孤身一人，不要害怕，做造梦家。那我个人推荐的话就是夺冠这部电影，因为其实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巩俐老师，因为她为了拍这部电影，她去国家队，然后一直学习观察，就是那个教练每一个细节，然后呢，当然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很励志，然后就是看到结果的时候就会很振奋，然后会很感动。我喜欢在小米电视上看一部电影，就是《头文字 D》，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可能是很早的一部电影了。然后我为什么喜欢呢？我是可能我自己比较平常就喜欢，就是赛车啊这种东西，喜欢看车。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电影里面就讲的有一些是飙车，然后是青春的一些回忆啊什么的。然后那个电影也算是周杰伦的首部作品吧，然后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，而且里面有好多就是包括陈冠希啊、余文乐啊，然后黄秋生他们都有在就在那个电影里面有演出，演技都非常的棒，而且特别的帅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是每个人都好帅啊。那我就推荐一部新作吧，就是今年上映的我女神的电影，我女神贾玲的电影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内地票房的巅峰嘛，就是60多亿吧，好像是。哭了几包纸吧？哦，当时是哭的真的很凶，因为本身那个题材就是关于亲情的嘛。而且我本身是喜欢剧情向的电影，就是它剧情很紧凑，就是整个剧情还比较新颖，就是穿越回当时那个90年代还是80年代啊！现在人家好多人还在看呢。是，那我就不过多剧透，反正真的很感人，而且结尾有反转。OK， 第一个低音。OK，第二个传统录音沟通。哇！也不用表演了，Q 出来吧，还是我吧，真的是我。
水塔哎，这个后期都很难剪哎。水濑就是水塔，我们不帮着补啊，这个镜头。水中天籁，不是，我真的很天籁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送给峰峰的那个外号，就是人家都说是天籁歌姬嘛，我们有天籁柯基。上来又冷场了。天籁歌姬是阿令，啊有，那你是天籁柯基，我是 CD。5月27号，然后我对们，5月27号是个大日子。其实5月27号会有我们的全新的一个作品，一个单曲，以及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呈现给大家。就是5月27号，这是很丰富的一天，就大家尽情的关注我们5月27号的所有的行踪，在网上全网，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在网上蹲着。具体发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们也不是太明确。大家记住，5月27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，到时候记得期待一下卡斯的生日。好了，其实5月27号不仅是卡斯的生日，也是我们熊猫堂今年的一个，算是一个大企划，然后是一波算是福利的放送，对，然后也期待，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期待我们熊猫堂接下来。任何的一些新的作品，然后其实我们不仅尝试唱跳的舞台，其实比如说像综艺啊、电影啊，然后代言等等等等，其实我们都很想去尝试。所以有这个机会的话，我们熊猫堂每个人都希望去尝试一下，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能够尝试到就非常的开心了。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然后喜欢我们，我们是熊猫堂 Produce Pandas，拜拜。